这么大角度还要继续进攻吗？我的乖乖，这还是人类级别的水平！座位上的二师兄歪着头，一脸不敢相信。但是难题还没有结束，还有一杆长台在等着火箭征服。太秀了！发力的低杆让母球一个横台漂移，现场的观众已经彻底炸锅。面对自己的5大背景地之一，火箭真的是将放松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落后45，台面最高还有43，被超2分的火箭想要翻盘，必须给宾汉姆安排一杆斯诺克罚分，而这颗红球就是绝佳的选择。看看母球绕台的效果如何？太精准了，现场的掌声就从来没有断过。母球的落点简直比小白手摆还要舒服，现在只需要将红球打倒，让白球死死的藏在粉球身后，翻盘大业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火箭没有选择贴死粉球，但这个斯诺克已经够二师兄喝上一壶。导播给出的一库解球线路看起来不难，但是只要角度稍有偏差，母球摔带的可能性很大。真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，如此关键时刻不仅超分优势荡然无存，而且还给了火箭一个手中球大礼。奈何二师兄拥有一身武功，碰到火箭就是使不出来。局面还有变数，火箭这杆母球走多了，不仅留下了一个大角度黑球，而且想要上去叫黄球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完美的空心入袋，火箭这一局连续的逆天准律真的太精彩了。但可惜的是母球没能避开咖啡球，黄球已经没有进攻的可能，只能被迫转入防守，静待时机。看火箭的表情不太满意，应该是没有做到斯诺，但这个防守效果已经完全够用，毕竟主动权还是牢牢的抓在自己手上。二师兄这杆运气真心不错，意外碰到咖啡球，居然没有漏机会。好球！进攻方面有逆天准律，防守的斯诺克也是抬手就有。看二师兄已经抬起杆尾，准备用扎杆来解。虽然成功解到黄球，但是看这个力度有点危险。果然还是漏了一个长台。火箭正是手感爆棚的时候，难道二师兄还就真的不信邪吗？太恐怖了！火箭丝毫感觉不到任何难度。这个6边形战士究竟极限会在哪里？这样的饕餮盛宴，现场观众真的是大饱眼福。越是关键时刻，越是能体会火箭和其他球员的不同，在别人身上会出现的紧张和压力，火箭的字典里好像根本没有这些东西。这个斯诺克为他而生的男人，同时也完美的诠释了斯诺克的最高境界。又给自己增加了难度。篮球流出的是向上角度，母球必须绕台才能叫到粉球，而火箭只是淡定的确定了一眼粉球的位置，很明显的一个反赛，控制母球斜上直下。火箭这恐怖的控球能力，让多少球员对他闻风丧胆。母球又是一个绕台长跑，感觉有点危险。真惊险！母球差一点就要晕进中袋，吃袋脚后又给自己留了一个难题。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躁动，关键的制胜黑球，难道一切还有变数吗？太无解了！这一局火箭连续的逆天准度，兄弟们看过瘾了吗？究竟是什么样的局面，让奥沙利文都发出杀猪惨叫？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4年威尔士公开赛，霍师傅这杆关键超分红球却手抖打丢了。看着停在袋口的红球，霍师傅面如死灰的当场呆住。虽然自己暂时领先64分，但是对手可是火箭，这样的失误足以致命。火箭并不着急打进袋口的红球，选择了超大角度的中袋。完全准的不讲道理，奥沙利文能展现流畅的进攻，完美的中袋能力绝对是功臣之一。更恐怖的是，还能完美的叫到飞球。
黑球预留了 K 球的角度，火箭这是迫不及待的要先来处理难题，这风格就很火箭，总是喜欢让局面先难后易。好球！火箭的 K 球真的是百看不腻，即便其他选手偶尔也能打出这样的 K 球，但是跟奥沙利文相比，那份骨子里的丝滑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霍师傅只要碰到火箭，表情像极了小媳妇受尽委屈。他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就只能寄希望于火箭在黄球的校位出现失误。清脆的响带声真是悦耳。打进篮球以后，火箭落后42分，台面最高还有43分，也就是说剩下的2颗红球必须都要链接黑球才能超1分逆转。低杆右塞用的真是炉火纯青，白球2库精准的叫到黑球手摆位，逆天的准度配合细腻的叫握，这样的火箭，奥沙利文来了也挡不住。火箭越来越来劲，也是因为直踩女神塔布的加持。有塔布的比赛，火箭自己可能都控制不住起飞的心情，碰上这样的奥沙利文，只能心疼霍师傅5秒钟。经典名场面来了，黑球没有留出向上的角度，火箭罕见的发出杀猪叫声，但是仅仅过了几秒钟，奥沙利文就已经想出了破解之道。这天秀的低杆，示意库直接奔着黄球而来，太完美了，让我手摆可能最多也就这个数。最后的保险也被火箭轻松化解，霍师傅只能用苦笑来掩饰内心的伤痛。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被按在凳子上起不来，御用背景板真的太惨了。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难点可言，一起欣赏火箭丝滑的青台吧。65比64，火箭完美超1分逆转比赛，这就是火箭，一个不能给他一点机会的。这是希金斯差点原地退役的一局比赛，原本6颗红球已经扎堆的台面，为了确保火箭不能清台，老张头选择继续增加难度，但是母球回防意外的碰到咖啡球，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偏差，成就火箭又一封神时刻。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功力啊！刚防了16分钟了。又是一个厘米级。